因为其实霓虹灯是很美的一个光线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哇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啊！随着时代发展，霓虹灯已经渐渐被 LED 灯取代了。但对黄顺乐老师而言，霓虹灯的艺术价值永不褪色。今天我们来到新竹，探访这位台湾屈指可数的霓虹灯艺术家，让美好回忆 check in 你的脑海，跟着烟波 check in 新竹。影片开始前，先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即享烟波专属优惠。今年的元宵节，大家有什么计划吗？虽然没有放假，但吃汤圆、逛灯会还是大家的固定行程。今天我们将带你去认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灯种——霓虹灯。你可能会以为它只能拿来做招牌，但藏身新竹山区的黄顺乐老师，可是台湾第一的霓虹艺术创作高手哦。我叫黄顺乐，霓虹灯现在就是比较没落的产业嘛，我们就是做一些教学，然后我本身是在做霓虹艺术的一些创作这样子。其实霓虹最简单来讲，它就是一个玻璃把这个惰性气体包覆在里面，这个东西就可以称为是一个霓虹灯，它就可以发光。霓虹灯的制作就是这样子，第一个就是玻璃的一个成型，比如说你要的字啊，要的图案啊，全部做完以后，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你要让它发光嘛，就是你要把电导到这个玻璃管里面，我们要在这个玻璃制作的这个两端接上2个电极，就像我们灯泡那个螺旋那个部分一样，接完以后就要配到我们的那个真空机，要把这个灯管里面的空气、水分、杂质加温以后把它排除，让它降温以后，我们就是把这个惰性气体冲到这个玻璃里面，这个灯就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灯管。新竹有很多玻璃，是因为其实新竹是产那个天然气嘛，然后新竹也产玻璃砂。以前很多做玻璃的工厂全部都聚集在新竹、竹南、苗栗这一区，所以是因为天然的条件。假如说到新竹来玩，其实目前来讲还是有存在很多可以去了解玻璃，或是你想要去体验玻璃的一个地方。可以到新竹玻璃工艺博物馆，也收藏了非常多的世界各地的一些名家的一些作品，有一些玻璃的 DIY 的课程，他们也提供很多的资料，包括玻璃的历史的一些介绍。这个作品我们叫晨曦啊，就是早上的一个阳光啊。在我工作室就是正前方就是五指山，那五指山的后面就是大霸尖山，往南的话就是一直可以看到小雪山，然后看到大雪山。我来山上之后就发现这个山上早上的那个晨曦是非常美的，把它浓缩到我的作品里面。就算今天没有这么美的景，我在工作室里面我也看到秋天那时候的那个晨曦的那种感觉。喜欢山的朋友，其实新竹是有很多的山呐，一般来讲到新竹观雾是非常推荐，因为它海拔也是蛮高的，很原始的一个森林啊。现在好像有开放是6棵的神木，我记得都是2500年左右的那个红块了。顾名思义，它到下午1、2点以后，它就开始会起雾，就是有高山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。那个视线、那个氛围是非常辽阔的，到那种好像是仙境那种感觉。其实我小学毕业我就接触霓虹灯，日光灯那时候都还没有很普遍就大概64年、65年那个时候，那时候的霓虹灯基本上都是用在电影院，还有就是大型的，比如说那个楼顶的那种，我们叫做广告塔那一种的。还没有 LED 出现之前，大楼上面那种天际线也是都用霓虹灯。那你看到霓虹灯，它可以按照你的字形，按照比如说电影里面，比如说有枪啊，有那个宝剑啊，对不对？那些都可以用这些玻璃去做成那些很亮丽的一个灯管。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哇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啊。那但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没有办法去从事？因为其实霓虹灯它要懂的东西太多了。比如说你要做一个霓虹灯，第一个玻璃的塑形，然后第二个你要有设备，然后再来你要懂一些电学，比如说你在户外安装啊，你要懂一些工程类的一些东西。那因为霓虹灯在台湾来讲，它是你要做一条龙，你就从玻璃管买进来到安装完成，连设计全部都是要你一手包。霓虹灯它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光源那我不希望说这个在台湾就失传，趁我现在还可以教学的时候，赶快把这个技术传下去。
你看啊，霓虹灯发光它是360度，它是一个圆的灯管，它是整体发光。那 LED 它是单面发光。为什么霓虹灯看起来舒服呢？因为霓虹灯它有背光 ，LED 是没有背光的。因为其实霓虹灯是很美的一个光线，所以我就一直想说，可以把它运用在家庭里面，然后做一些装饰灯啊，或者甚至户外的照明啊，它都是可以的。比如说我现在有开发一些咖啡杯或是酒杯，比如说你要喝 whisky 啊，或者是喝什么酒啊，做一个气氛的一个装饰啊。我记得我买这块地的时候，应该是我38岁的时候就买了，把工作室盖在这个宝山这个地方。我当时买的时候就是一片荒地啦，然后花了2年的时间开垦完，然后盖工作室。人家说你住在山上是不是很无聊？我说其实我生活很丰富啊，比如说我在山上，我有时间的时候种菜，其实我也种一点茶，然后自己做一点茶叶，什么东西都想自己动手嘛，包括我们这个山上的一些步道啦，我们自己喜欢做香肠腊肉嘛，最近就是自己改建了一个烤香肠的一个烤炉，喜欢做这个事情，我们就自己动手。我现在住这个位置叫做油田社区，这个社区我们有申请一个叫社区发展协会的一个再生计划，把这个科学园区的后花园把它装置的漂亮一点，所以我们在社区里面就装了一些用霓虹灯去做的一些路灯，这样子。很早就有梦想，就是说除了霓虹灯以外看不到任何灯具的一个社区啦，把我这个园区里面整个把它弄起来。宝山这个山区里面，其实就是有一个他们叫橄榄的一个产销班在这边。其实以前我们叫它合作社，那个橄榄的小农嘛，然后把在地的一些橄榄做成一些产品，比如说很多口味的橄榄啊、橄榄油啦、橄榄粉啊那一些东西。就是它有营业的话，它一定有提供就是免费的橄榄茶给你喝，然后可以休息一下。人家讲新竹是一个美食的沙漠哈，但是其实新竹也有它蛮有特色的一些吃的东西啊，比如说南门街上面这个小镇日本料理，其实它是一个很传统而且是很有历史的一个日本料理店。他那个老板就是非常喜欢这个日本料理，他很实在的把这些食材维持得非常的新鲜。平常的话，其实他们也卖便当。你到新竹，比如说你喜欢逛街啊，你去逛逛那个东门市场，现在东门市场有很多吃的嘛，去那边逛逛，然后你可以到东门圆环，我们叫金鼎，以前是专门在洗相片，他们在7楼底下那个双麒麟。从我小朋友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吃他们的冰淇淋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马上把鲜奶倒进去，然后现做的那个双麒麟是非常绵密，然后它不加任何的添加物，配上它那个双麒麟那个表皮，就是2个配起来真的是一个绝配，而且是非常便宜的。这一家双麒麟是内行人在吃，在网络上是没有这一家店的，它是一个就是在地人吃的一个最原始口味的一个双麒麟。本味木瓜牛奶，它名字取为本味嘛，它的木瓜牛奶就是木瓜跟牛奶，而且不添加任何的糖跟水，它就是原本的味道。手摇饮料还没有出现在市面上之前，新竹最早的一个我们叫杯装饮料的一个始祖的一个店。我新加坡的学生来，我也是带他去喝他的木瓜牛奶，说读书的时代我们就常吃的，今年我去吃，那个味道还是原来那个味道，它还是没有变。其实青草湖这个香肠就在烟波饭店旁边这个青草湖的这个榕树下，以前是用赌博性的啦。住在新竹的人都知道，青草湖有一个香肠是很有名，比如你带小朋友出门，然后一定要到那边吃个香肠。他那个香肠也是他们自己做的，所以他们的口味也是很不错的。新竹当然是一个科学城市，但是其实新竹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，你离山也近，离海也近。到新竹来的朋友能够品尝一下新竹在地的一些很原始的一个美食，这样子。那也欢迎订阅烟波饭店的 YouTube 的频道，可以看到烟波的一些旅游的一些活动。烟波 Check in 新竹，吃喝玩乐一把抓。订阅我们，带你认识更多台湾在地好滋味。我们下次影片见啦！
有一个很特别的料理，就是它的那个香肠，跟外面一般的那种口味是不一样的。它里面加了黑胡椒，还有柠檬颗粒这样子，我觉得配起来那个味道是很搭很配的。想用早午餐的话，可以特别去尝一下这个口味。假如说有到新竹来玩的话，其实真的很值得来我们这个烟波大饭店的享用一下这个早午餐，每一道菜都非常的精致，而且整个空间的氛围也是很棒的。